知道未成年罪犯在监狱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吗？早上6点半，广播一响，立刻起床洗漱，整理内务。可别想着赖床，不然会让你带脚铐，甚至关禁闭。7点到了早餐时间，考虑到你还在长身体，预计会额外给你1份牛奶和鸡蛋。吃完饭，操场集合，列队做早操。9点半到12点半是学习时间。此外，马上政史地、议题、爱国、普法、心理健康都是你要学的课程。这监狱生活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如果考试不及格，狱警和老师还会给你特别关照，就别想着减刑了。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半是午餐时间，一般是1荤1素1汤，表现好的可以多加点肉，米饭想吃多少吃多少。建议多吃点，下午还有更多任务。下午2点半，16岁以下回教室自习，16岁以上要进行简单的劳动任务。晚饭后7点半是技能学习时间，选择了计算机技术的还有机会接触到电脑，可是没联网。晚上10点半集体排队洗澡，只有冷水供应。11点半所有人上床睡觉。我就说进来了吧，你们还骗我说在读书。赶紧转发给你可能用到的朋友。课本上学不到的求生小技巧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在街上看到流浪狗，不要随意靠近。狗狗那么可爱，它能有什么危险？打疫苗，冯真安排。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在路上看到流浪狗这些动作，一定要远离。当它盯着你，双耳向前，身体前倾，尾巴不停摇晃，不是想和你玩，而是他们可能进入了作战状态，随时可能对你发起进攻。这时千万别扭头就跑，淡定面向它，缓步移动，尽量别出声。遇到没有拴绳的大型犬，尽量避开它，绕着走，别跟它长时间对视，或者用闪光灯拍它。在动物世界里，这可是一种挑衅行为。动物都是靠嗅觉辨别食物，如果有气味刺激到了它，也有可能产生攻击行为。万一真的被咬，千万别用力打它，狗会因为疼痛用力撕咬。正确做法是用衣服蒙住狗的眼睛，它会因为恐慌主动松开嘴。也可以用绳子勒住狗的脖子往后拉，还可以用力击打狗的鼻子，它会全身而退。被狗咬就扔脑子了。偷偷告诉你，想要被狗咬就是德国。想知道为什么？赶紧点赞，下期告诉你。这些校规违法了，快看你有没有经历过！1. 强制统一发型，女生两边头发长度不能超过耳朵，刘海不能超过眉毛，每天放学都能看到清一色的蘑菇头。男生要求寸头，不合规的学生禁止进入校门。同学，你的发型不符合标准，过来，直接给你剪了。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。你可以去法院以身体权遭受侵害为由起诉赔偿精神损失。2. 强制要求购买校服，教育局明确规定，如果学校要求购买校服，必须向学生和家长发放统一着装征求意见函，学生的校服款式和价格必须遵循自愿购买原则。我们是自愿购买的呀，但是你不穿校服，我们就不让你进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直接拨打教育局的投诉电话。3. 强制在食堂就餐，不许外出就餐。食堂饭菜又贵又难吃。橙子！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找教育局投诉。你还遇到过哪些不合理校规？为什么不点赞？小二郎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不会在偷偷学习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先走了。如果你也有一颗成为班级前3的心，接下来的内容保证让你醍醐灌顶。3个小时的摸鱼学习，不如1个小时的高效学习。每次学习之前先吃点甜食，并且只允许自己在学习之前吃。还有这种好事，糖分会刺激大脑产生大量多巴胺，而多巴胺是我们快乐体验的源泉。让多巴胺的旺盛分泌与学习时间同步，能够让潜意识误认为是学习产生了多巴胺。要学习了，是件开心的事。各部门准备。1天不学习就浑身难受。再教你4招，让你学习充满干劲。1. 科学的睡眠时间。按90周期睡眠，当睡眠时长为90分钟的整数倍时，身体是最舒服的。3小时行不行？你怎么不去休息呢？2. 保持心态平稳，当你突然觉得很烦躁，不想学时，立刻停手。烦躁的心理是学习的大忌，你的效率会直线下滑。3. 冥想，高强度学习感到疲惫时，可以闭眼冥想，深呼吸，持续3分钟。第4章，强身健体，运动，规律饮食，多喝水，养成好习惯，学习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。赶紧设置，我不想再上课睡觉了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
我看谁在动。每个学生都逃不过的专题测，还有军训。你眼中的自己飒爽英姿，而教官眼中的你，还是看别人军训舒服啊。到底为什么要军训？军训其实不是现代的产物，它发展至今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军训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，那时的项目是射箭和骑马车，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享受军训，只有 VIP 才可以军训哦。而现代军训是1955年开始的，高校学生开学前都得接受军事训练。人们对军训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叠被子、踢正步、站军姿，还有太阳下暴晒。匍匐前进，死火火，追壁，生军点火。注意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广西军训。在广西，他们的军训是这样的：真人 CS 对抗，坦克进校园，凌晨10公里拉练。要是军训都这样，我可就不累了。格斗擒拿是基本操作，还能开枪投弹，1人5发，弹壳可以拿回家做项链。手雷、坦克、迫击炮齐上场，荒野实战、防暴演习，暴徒、NPC、医疗兵都安排上，说和我想象不太一样啊！你为什么不点赞？谁在那儿？你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儿干嘛？才凌晨2点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够了。怎么有人每天熬夜还能精力充沛啊？这一切都是因为基因突变。研究表明，携带 DEC2 基因的突变者，每天即使只睡4到5小时，也依然可以活力满满。这个基因突变的概率，相当于被人击中的概率。他们越熬夜越兴奋，大部分时间不会做梦，可以快速恢复精神。这不公平！更气人的是，拥有这个基因的人，性格大都积极正向，身材普遍很瘦，这简直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基因啊！为什么我永远也睡不醒？如果你感到非常累，但没有时间休息的话，可以试试海豹突击队的8分钟休息法，能让你快速恢复精力。首先坐在床边，脚抬起搭在床上，闹钟设置8分钟，全身心放松，进行入睡。醒来后你会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力异常充沛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你别回来，我还没到时间呢。给你的时间够多了，把作业交出来吧。马上开学了，作业没写怎么办？先写我，先写我。不急，我有10倍速完成作业的方法。第一步，5分钟预习法。写作业慢是因为对知识不熟悉，早起先拿课本通读5分钟，可以提高50%到60%的效率。第二步，4色复习法。先浏览一遍作业，拿出4种颜色的笔，灰色写课程大纲，蓝色写需要记忆的公式定理，绿色来写章节相关联的其他知识点，红色写不理解的问题。倒计时8小时，还有6本作业。第3步，听歌学习法。美国学者研究发现，歌曲的风格和节奏感能够大幅度影响写作业的速度。语文作业听牵丝细，数学作业听数字人生，英语作业听寂静之声，化学作业听化学反应，生物作业听达尔文，物理作业听青花瓷，地理作业听大中国，历史作业听爱在西元前。快开学了，不信咱去试试吧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别急了，危险啊！救命啊！学校不会教你的救命知识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在地铁、学校、广场、大型活动现场遇到人潮拥挤时，千万不要逆行，顺着人潮靠墙壁行走。被困在人群中时，张开大拇指，双手交叉，身体腋下，手肘向前，给胸前留出呼吸的空间。万一在混乱中摔倒，双手空心拳抵住额头，双腿蜷缩保护身体。如果被踩到，就左右摆动身体来摆脱，借机顺势抓住前面人的裤腿站起来。千万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你很远，危险就在不经意的瞬间。地震发生时还没活够，就别躲在桌子正下方，要躲在最稳定的3角区。火灾熏死个子高的，趴着逃生可以减少烟雾的吸入。高铁站不能打伞，越靠近站台边缘，距离接触网越近，越容易引发触电。洪水来临没有合适的逃生工具，可以把塑料瓶绑在身体周围，可以让你漂浮起来。在手机上设置快速报警的方法，比如连按关机键5下。不同的手机的设置方法，赶紧点赞收藏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